3月1号，应中国美国商会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出席中国美国商会年度答谢晚宴并致辞。中美工商界代表约500人参加活动。近期，美国商会代表团等美国商界重磅人士纷纷组团访华，显示了对中国市场的重视以及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信心。但就在美国电动车巨头特斯拉在华取得最好制造和销售成绩的同时，美方近期却开始针对中国电动车产业进行小院高墙打压。韩正出席中国美国商会年度答谢晚宴时致辞表示，去年两国元首会晤形成的旧金山愿景，为实现中美关系的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规划了蓝图。两国工商界是双方合作的参与者、见证者和贡献者，也将是未来更多更好合作的开拓者。现在中美关系确实是比较的困难，也充满了这个竞争性。但是我们知道，对于中美关系而言呢，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美方虽然打压我们，但是在美国国内对此也是存在分歧，特别是美国的商业界。对于这种中美竞争，他们也是深受其害，所以我们希望这个通过积极努力的来这个去调动美国的这种商业的积极力量，来这个缓和中美之间这种斗争，从而我们把这个合作面做大，推动中美关系的这种企稳和这个好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此前抛出所谓菜单说，受到美国企业家的关注。布林肯当时在慕安会上宣称，在国际体系中，如果你不坐在餐桌上，你就会出现在菜单上。这番言论充满丛林法则的思维。中国美国商会主席谭森在年度答谢晚宴后强调，美国企业不是菜单上的菜，美国企业关注的是商业机遇。They don't want to be on the menu. They don't want to be on the table. They want to see how can they be productive and helpful to people in both countries. I used to work at the State Department. I used to work with Tony Blinken. I can tell you what American companies are thinking about. We've seen more CEOs and more delegations coming to China than we've had in a very long time. 谭森认为，中美发展互利互惠经贸关系，不仅有助两国关系，也有助全球复苏。American companies are investing more in their China supply chain so they can continue to supply to some of the growing Chinese companies as those Chinese companies go around the globe. They've been a part of China's growth story.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y're also helping the American economy grow and be stronger. 深圳卫视注意到，面对美国企业家们的担忧，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在答谢晚宴致辞中做出一些承诺。China remains the number 2 source of imports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ny country in the world, and the number 3 destination point for export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But as President Biden, Secretary Yellen, Secretary Blinken, Secretary Raimondo, and I have all made clear publicly, the United States wants to keep trade going forward with China. We are not seeking to decouple these two major global economies. 这不是伯恩斯第一次代表美国政府做出不脱钩的承诺。深圳卫视注意到，他近期还参加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王牌调查节目《60分钟》。伯恩斯坦诚，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竞争和不信任动摇了商界的信心，将两国关系推到数十年来的最低点，并强调必须在保持和平的同时管理与中国的竞争。Some people are saying, well, we're so competitive with China, we should end the economic relationship. Well, the consequence of that would be 750,000 American families wouldn't be able to put dinner on the table. And so this makes for an extraordinarily difficult balancing act in my job. 实际上，中国对美国就业市场的贡献远不止于此。据美方统计数字，2022年，中美贸易支撑了美国内260多万个就业岗位。对华出口惠及25万家美国中小企业。There are a lot of American companies here. Have a lot of them just picked up and left because of this current business environment? You know, that's interesting. Not many. Not many? Not many. Why not? China is the second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It's a big market. So a few American companies have left, but most have stayed. 根据2018年统计数字，在华美企超过7万1千家。他们享受中国发展的红利，其中就包括电动车巨头特斯拉。据中国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数据，2023年
特斯拉在中国的全年销量，包括出口，达到944742辆。这意味着，仅上海超级工厂的交付量就在特斯拉全球产量中占比超过一半，达到惊人的52.4%，成为特斯拉掌门人马斯克最强劲的印钞机。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1月，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开工，创造了当年开工、当年竣工、当年投产、当年上市的特斯拉速度。也正因为中国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和办事效率，去年马斯克访华期间宣布，在上海投资储能超级工厂，预计今年第4季度就将投产。特斯拉全球副总裁陶林表示，近年来中国不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特斯拉是见证者，更是受益者。中国持续对外开放的政策、先进的发展理念和良好的营商环境，为企业创造了巨大机遇。中国市场是特斯拉发展的必选项，但外界注意到，美国政府近期正加紧对中国电动车产业筑小院高墙。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近日甚至还公开发表雷人言论。What we are doing today isn't about economic competition. Imagine a world where there's 3 million Chinese vehicles on the road in America, and Beijing could turn them all off at the same time. 观察指出，雷蒙多这番耸人听闻的言论是给拜登2月28号签署的一项行政令进行炒作。新行政令要求禁止向中国等6个所谓对手国家传输美国政府及个人的敏感信息，以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实际上，主要针对的是中国电动车产业。拜登在2月29号进一步宣称，将采取前所未有的行动，阻止包括电动汽车在内的中国网联汽车和卡车进入美国市场。德国媒体注意到，美方表态与欧盟基本同步，这显示美方拉拢盟友在电动车领域针对中国企业制定歧视性政策。但拜登的考量与欧洲有所不同。首先，竞选连任是拜登的头等大事，因此他认为打压中国电动车有利讨好铁锈州选民。美国民主党战略分析师霍兹沃斯就表示，好的政策往往就是好的政治。第二，美国一些行业协会正在就此加紧游说，认为中国电动车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竞争压力。第三，中国电动车产业过去数年中实现弯道超车，且具有相当的技术和价格优势。一旦我们这个高科技领域或者是某一个产业有所起色，取得了这种市场竞争的优势，往往都会遭到这个美欧国家一些打压，包括之前的一些光伏产业，现在是这个新能源汽车。所以我觉得这是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必须要走的这样一个艰难的一个路。我们只能够去这个努力的做好自己，跟传统的老牌的汽车产业进行这样一个竞争。